好，欢迎各位进入毁三观的课堂。今天可能主流的价值观，我们大家被教育的、被灌输的说，自慰通常没有害处，但是自慰过度有害。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啊，然后呢就问我老师，我那个自慰过度了，原来有一次我做节目的时候，李银河老师问过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说中国性教育什么阶段？”我说处于调情阶段。就是总说我们要做吧，我们要做吧，但是就是不做。学校性教育在我看来几乎等于零。我叫方刚，从事性教育有10年以上的时间。比如说一个研究生，他已经24、25岁了，但他从来没有受过好的性教育，他甚至不懂得对不想要的性说不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可以用年龄做一个简单的划分标准吗？不可以。我们认为是从0岁就开始了。一个孩子睁开眼睛，照顾他的永远是妈妈，还是也有父亲？这就是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亲密关系，只不过不是用讲课的方式，可能是父母言传身教的方式。我自己看过很多本、无数本关于我是哪儿来的这样的绘本，但是我唯一看到的这一本，我挑不出毛病来。比如说，他会直接讲阴茎插入阴道，这个绘本当中，男性一直在场。不止做爱的时候在场，和他一直陪伴妈妈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男性参与照顾孩子、照顾伴侣的过程。我们大多数的绘本实际上还是回避，而孩子呢，一定有一天他从别的渠道了解到，但是那个时候却没有人跟他分享原则。性教育不是单纯的性生理教育，还有性别平等、人际关系、亲密关系的教育。我自己做性教育夏令营当中，以我们中学性教育为例，我们一般会分作一个身体，这里头可能包括认识我的身体啊，我的身体权啊等等。屁股和脸有太大差别吗？但是其实它都是我们的身体器官，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一个部位比别的部位更低级、更淫秽、更不能够谈论、更让人觉得羞耻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围绕性骚扰、性侵犯的这样一个板块。第3个板块呢，我们是青春期的生理、心理和发育，然后呢还有情感的成长，还有呢亲密关系的多样性。我们不仅放在一起讲，而且我们鼓励男生来介绍月经、介绍乳房发育，鼓励女生呢来介绍遗精等等。放进去了，然后这个就自然脱落就扔掉了啊，然后它在阴道里面一般也要几个小时就更换一下，然后你看它就心就碎了。一方面了解异性的生理，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性的神秘感，或者说这个性的禁忌，我们想去掉它。有一个事情是，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女儿在学校读高中的时候恋爱了，然后老师找家长，但是因为上过夏令营了，跟老师分享说，女儿可以处理好恋爱的关系，我们应该相信她。这个妈妈说，从恋爱到分手，我的女儿都很做到了自主、健康、责任，然后她都没有留下任何创伤，然后呢，她的学习也没有受影响。发现他们的成绩下降就是会打架。是啊，只有一小部分人啊，所以那不就是因人而异吗？我父母说，结婚前不能开房。但是我们今天国内大多数的性教育，它是归顺孩子，好的性教育一定是增能赋权的，就有能力对性侵说不。我们更高的目标是他整个的这种内心的强大、内心的力量和整个人格的成长。太多的家长把孩子当作一个学习的机器，中学阶段、青春期，他的任务不是学习，他的任务是成长。成长除了知识的成长，还有人格的成长、心理的成长。你真正要让你的孩子未来成为一个出色的一个人才，能够处理好各种自己生命当中问题，能够幸福的人。性教育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学校、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系统的教育，但是在我个人看来非常悲观啊，我觉得30年、50年都不会实现这一点，所以未来呢，可能更多的是民间性教育。